今天我们为各位请到 Top Gun， 不是 Top Gun， 看清楚 Top Gun， 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美国空军来华助战，扬我军民一体救护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飞虎队 Fly Tiger 啊，哦，飞虎队长。对，飞虎队长，哦，虎是那个虎烂的虎。少掉口字旁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要侮辱那个人家那个，好不好？美国航空志愿队，好不好？是，我最近把那个《茶经》看完，他就在讲那个国民政府刚来台湾的时候那一段时期。我这是8年抗战，知道吗？哦，那个叫什么？飞虎队叫什么？陈纳德将军，对吧？陈纳德将军。哇塞！啊，那不重点哈。重要的。那你今天介绍哪一支？这个潘海利根，这个是明星商品哦 Savoy Steam， 叫沐浴香针。对了，因为今天正好很冷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想要沐浴一下。对，沐浴一下，就是这个可以带去那个，你知道的，对，就是既朴实，为人朴实。对，就是你刚刚从那个池子里出来的时候可以喷一下。对啊，好，那这一个坦白说，我可以直接做介绍，因为这个在我一开始Jo Malone卖的5-6年之后，我开始接触沙龙香的第一支品牌就是潘海利根。那当时它的明星商品就是 Savoy Steam 跟月亮女神这两支，独卖啊，独走。那这一支厉害，对，牧羊少年。那这一支浓情版吗？你有看30秒浓情版的介绍吗？啊，有，还说的真的是，简直就是那个总统辩论的，总统辩论，对，总统辩论级的，对。江湖行走，好不好？行走江湖，对。哇，那个之流畅，我真的是叹为观止，对啊。你是讲谁讲的？猫哥讲。好 ，Savoy Steam， 人家说这个是你洗完澡从这个玫瑰花瓣浴走出来的味道，就是这一支沐浴香针的味道。那你自己之前有闻过吗？有，我觉得它有点像它那个第一支那个土耳其浴的那个，但土耳其浴好像是好几个中东大汉从澡堂里走出来，对，那个画面有点可怕。对，那这个就稍微优化了一下了，对不对？就让它大家更能接受。对你这样讲，可能大家还是会对这支变没兴趣。这一支你刚刚看到，你刚刚讲土耳其花束是大汉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跟你讲，这一支绝对是长腿美女从这个花瓣浴里面走出来，是，然后是有穿衣服的哦，是，好不好？这个画面是不是就差很多了？对，会不会讲话很重要？我喜欢土耳其大汉。我们知道你的兴趣。自己给自己挖。好，来 Savoy Steam， 来介绍一下给大家。这个哦，好，我知道这个是你跟情谊的朋友买2手，对不对？好，来也是。那因为他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价格，不买觉得太可惜。他给我一个豪哥价啊，豪哥价，哇，现在已经有所谓的标价价。有，那个一支也给我豪哥价，对啊，对。真的是没想到这个名称还可以拿来那个骗吃骗喝，对，骗吃骗喝，卖艺卖笑这样。对，好，这水位大概还有9成以上。9成啊，9.5，9.5。那你偷偷的他卖多少？啊？他卖多少？我们这里不讲数字，我们这里是介绍香水。好，我们这个里面呢，这个内圈呢，然后OK， 来这一支是淡香精版本，因为好像有2个版本，一个是古龙水版本，对不对？来试试看。这个香调要支援一下。好。有一点点茶味。香调需要。我觉得这一个，等一下，这个没人理我。这个沐浴池啊，这个沐浴池是在玫瑰花园里面的一个沐浴池，因为我现在闻到的整个氛围就是绿意盎然的围住了这整个沐浴池，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？哇，真的很美，而且玫瑰味其实已经
直接出现的。那它，我觉得这个特别是说，它的玫瑰味道，你知道它是玫瑰，可是隐隐约约但是你闻不出是那种哪一国品种的玫瑰，你知道吗？这前面难怪有那种绿调哦，原来是有尤加利叶。哦，OK，你查到了，知道了。好，靠别人不如靠自己，对，真的哦。嗯，所以我刚刚这样，我没有看香料表，我刚刚这样讲，有啊，被绿意包围的。迷迭香跟尤加利。哦，这个真的洗完澡出来喷这个，哇，真的是天菜，天菜，对，天菜。哦，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浴巾的，对，白色的啾啾，有没有？白色的啾啾。来，我们来，你先讲一下好了，你目前闻到什么？先不要看香料表。前面就是一整个就是绿调，对，绿调哦，那种带给你那种清新的绿感，清新的绿感，对。那而且这个你知道，因为玫瑰花瓣，你像洗完澡从玫瑰花瓣的浴池里面走出来的时候，事实上那个玫瑰花香没有非常的浓郁，哦，它一定是淡淡的、清新、高雅、脱俗的感觉，不会让你说哇一整盆出来是很浓烈的那种玫瑰味，不会哦。如果你喜欢小小淡雅的玫瑰，悠悠的香气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到位。北投公园有一个那个日式的温泉饭店叫什么？叫那个我知道嘉禾屋啦。嘉禾屋啦，对啦。你看，难得知道好不好？不是大户屋哦。哦，我知道，大户屋是那个日本定食的，对，日本定食的。好，嘉禾屋有没有像嘉禾屋走出来的味道？对，我是没有从嘉禾屋走出来的，哇！但我看过嘉禾屋的介绍影片，对，他们真的是很传统哦，对，很有日式就很日式，对，有。但是我想象的反而是画面是在欧式的庄园里面，然后土耳其浴对吧？不是土耳其浴啊，不是土耳其浴，它是这个欧式的庄园，哦，你看绿意嘛，对不对？在这个花园里面，那把浴盆刻意的摆在花园当中，那玫瑰花瓣充满了整个浴池。我是没有想到泡沫，我是一直有这个美女的联想，一直从浴池这样子走出来的感觉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香料。来，果然尤加利叶，难怪有绿意哈。还带薄荷啦。要有点凉感啊，对，因为你刚从热水走出来，真的是有点燥。来，粉红胡椒、迷迭香哦，薄荷、香柠檬、柠檬，中调是玫瑰、豆蔻、茶天竺葵有点凉意，天芥菜精，基调是安息香、香草、白麝香、焚香，哇，真的是又绿意，然后又有花感，对，这个配搭不错。对，那它就是让你有那种，前面的绿调，然后后面可能有一点点花，然后后面一些木头，然后去整个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英式的绅士的香水，只是这可能会从理容院英式理容院，就你斜对面那个走出来嘛，然后那个刮个胡子刮个干净，然后喷上一点点这个，散发这种清新的感觉。但是明明就女香，为什么你？这是女香，这不可能是女香，这一定是中性香，真的。Savoy Sting 是女香吧？还是？这中性香了。哦，中性了，对啊。要挖洞给我跳，不分男女，对，不分男女都可以，对，都可以。女的就可能是像你刚刚讲，从浴池走出来，就美女，对，美女，对。那如果男士的话，就是穿着那个 Top Gun 的飞虎队长皮衣，哦，穿着皮衣的飞虎队长。突然不想拍了，对。好，来，那你觉得这个适合在什么场？难道只有在洗完澡之后才可以？没有，这其实这个还蛮实用的，就是当然夏天可能会比较适合一点，但是我觉得秋冬也可以用了。我觉得秋冬也可以。对，我觉得它的场合就是你想要让人带点，让人家觉得小清新的感觉，就绿意，没有压迫感，就是绿意，然后干净的感觉。干净啊，对。让人家容易亲近的。对，你这个人是很干净的，真的是一种
纯白无瑕的一种形象。嗯，对嗯哦那你想，不管你的内心有多么的肮脏龌龊，我在指某人，对啊，但是你喷上这个，至少在外表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伪装的外衣，对，伪装的外衣，对，不管你内心有多禽兽，好啊，不管这个外在有穿的多厚的禽兽的皮衣，好不好？很好，谢谢。对，好，我真的其实纹这一支我已经是4年前的事情了，真的啊，对，但是现在再拿出来再喷一次，我觉得我能够形容它的味道又更到位，就干净，然后让人家舒服。就是如果这个人喷了这一香水，不论是男生女生，在你面前，他就是让你一个舒服的感觉。你想不想跟这个人多聊几句？或者是这个人味道太过强烈，你就想要先退避三舍。但我觉得这个味道就是它有一种太强烈味道，会有一种让人家不好亲近的感觉。是，必须说，是真的。那这一个味道是舒服的，让人家想要多接近你一些的，没错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前调先教到这边。那待会再来沐浴香蒸的后调。对 ，OK， 待会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沐浴香蒸，沐浴香蒸，刚刚洗完澡，现在可以站出来了，对，现在可以从已经站在外面站很久了，对，然后都快感冒了，然后那个浴巾那个浴巾还不赶快端过来，对哈，然后给他赶快穿衣服啊，对，好，浴巾，这个浴巾测不到什么了，对，好，来讲一下这个沐浴香蒸的后调，欧哥。所以其实真的是潘海利根做这种清淡型的香水，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，因为它男的可以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绅士，是，如果女孩子的可以让你非常的淑女，那真的是这种清淡型的香水，真的是潘海利根的强项拿手项目，真的也许它的持香时间或是显香程度没有那么的好，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美好，在它还停留在你身上的时候，那个味道的舒服跟带给人家的好感度，是其他品牌很难做到的。英国系列的香水就是做到恰到好处，然后刚刚好点到就好，它没有要做的像意大利或者是这个西班牙这些。有可能是它那里1年365天不知道下多少天的雨，所以它那里真的是比较潮湿的，所以它不需要喷这么厚重的，那么它就是因为那个湿气会把这个香味带出去。是OK， 对。那这一支后调干净，我现在感觉就是它是很贴肤的，对，因为就是洗完了玫瑰花瓣浴，对不对？那走出来，那你就是闻到了悠悠的玫瑰花香花瓣的味道。那茶味，还有茶味，清爽的茶味，它是淡淡的不扰人的。对，那相对的，如果你习惯闻比较厚重的味道的话，那这一支可能你会不太满意它的后调。你就觉得它怎么这样平淡？对。那它的持香，我觉得也比较没有像这个意大利的这些香水留了这么的久。可是如果你喜欢清新小品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绝对会是合适。你想要一个，因为这个就是我想就是刚刚进入沙龙香世界，就是从商业香到刚刚跨进这个沙龙香的时候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门的。是。它除了一个品牌，这个可能售手有点贵了，可能一般人，所以你可以先从这种普通品的开始。对。那这个味道也是你一个可以从商业香到沙龙香一个很明显的对比，就是原来沙龙香的味道是这个样子。OK， 好，是这个样子。这个后调呢，我也闻出到它现在有一点微微的茶香、茶叶香。然后带出一点木质调的味道，对，木质调，对。那你说它是很重的木质调，我绝对没有。那它最后融合就是玫瑰花瓣、茶叶的味道，还有些微的木头的味道，这样子。感觉有点茉莉花茶的感觉。这3个融合在一起，都是玫瑰花茶，就有一种花茶的感觉。是，花茶的感觉。OK， 那你可以看到它最后出现的是焚香嘛？焚香，一点点。对，还有安息香。OK， 你知道什么是安息香吗？不知道。对，就是闻了会想要安息。好。当然我是乱讲。对。为什么我们之后要请柜姐
名方来帮我们特别解说一下，没错，香调各种，因为像你看你讲的，请问一下什么叫天界菜香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对啊，对。哦，那你知道什么是安息吗？一种树脂啦，这个我倒是知道了。一种树脂。对，一种树脂。好，那所以我们会再另外请他的专业来。你怎么不问简单的，比如说香草？我说那冰淇淋对，每个冰淇淋每家冰淇淋都有的。知道的还需要带出那个名方吗？对不对？对。然后焚香，你那个2厂1楼就有，对，我马上去买的。那你会形容广藿香吗？广藿香就会带给你一种药感，就是一种微微的药感。那有的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。是。对，像你这种就很奇怪，你一个花香调的人竟然会喜欢广藿香，对不对？像我喜欢木质调的，我就觉得广藿其实对我来讲还好。我讲必须说，对，还好。每个人喜好不同。对，因为真的就是嗅觉这种东西，可能我觉得真的好闻，但是你就觉得很普通，反之亦然。对啊，所以没有所谓的好跟不好。是。对啊，也没有。喜欢的是就最好。对，因为你其实是花钱去买一个，不管是使用还是收藏一个嗅觉的东西，所以嗅觉这个东西跟衣服一样，都是非常主观。因为我觉得好看，对，你觉得哇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早上读书会的时候，又有读书会，金牌什么？金牌法则是，还有一个黄金法则跟白金法则。黄金法则是什么意思？黄金法则意思说，用自己喜欢被别人怎么对待哦，就怎么对待。对，你喜欢别人怎么对待你，你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别人，这是从你喜欢的角度去做的，对不对？那白金法则呢？再帮我们说一下。对方的角度。是站在对方的角度，换位思考。对，对方喜欢什么，我们用他喜欢的方式来对待他，这是更高级的白金法则。所以用到香水上面来说的话，对，我们要这个。白金上面还有。是。白金上面还有钛金法则，钛金法则，钛金法则，钛金法则目前我还在追寻当中，当我有点信的，我再告诉你。对，好 ，OK。那我觉得潘海利跟这一支沐浴香针，它就是用别人喜欢的方式来对待它。它真的是一个好感香，真的。不然我们下次去那个新店乌来的那个，我就不讲那4个字，那个都被你用到烂了，真的。肥猫去吗？啊？你都不找肥猫去吗？我觉得找大家一起去。对，你真是懂做人。对，它有一个大众池嘛，那你可以看着那个翡翠水库的水源区，对。真的啊？对。我以为看的是女众的那个。没有。不是。他要穿泳衣的哈。OK。好。下午茶也很好吃哦。对，他下午茶也很好吃。好。那我们就下午去好了。下午去。对啊。拍片，对不对？真的，脱光光拍什么片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穿泳衣啊？不是有穿泳衣？你的手机一定要坏掉，我不管你。对啊。来，我们每一次都讲那个评分嘛，对不对？多半都只讲好的。我们今天来讲一个，它如果会给你有一点的小缺点，我们来讲一下，比较客观。好，如果这一支豪哥，你会把它定调在哪一种香调里面？它也是个绿调了，绿调跟花香调。绿调加花香调。对，绿调加花香调。好，那如果这个绿调加花香调，但是它很特别的是，它因为是叫沐浴香针嘛，它这是一个，就像你讲的，我们可能是去比较潮湿的地方是可以使用的，它不会太干燥。当然我可能是乱说了哈，但是因为它既然叫沐浴香针嘛，因为它当初就是把之前土耳其浴的那一支，它第一支香水，好。去做了一点优化，是之后才出了这个叫做沐浴香针。是好。OK， 那这个香调0到10，你会给它多少？8分吧。8分。OK。因为我是先从浓的，然后开始一直是往淡的，正好更加有点相反，对，不一样。这就是年纪越大越喜欢清新单纯。对，叫返璞归真嘛，对不对？那年纪小时候喜欢复杂的尝试，有人是这样，对，有人是这样。哦，那有人喜欢那叫什么一次到位，就一次到位。OK， 那你喜欢他这一支的喜欢的点是什么？就是干净，就是干净。哦，就是干净，就是干净。那你讲一个，因为我的乌木大部分都是让人家比较浑厚，是有一点
有一点脏脏的啦，就是因为它比较深层的味道。对。那你看我那个味道其实很多，那像这种干净的味道，对不对 ？OK。好，那你说一个你觉得它比较不好的地方？对，算是它的缺点吧。这一定是我必须说持枪时间。是啊，持枪时间。虽然它已经是 EDP 版本了，但是我觉得就这样。是。那也或许他本来在设计这一款的时候，就是要让人家对贴肤淡雅的。对，它不会让你那么久干嘛，对不对？是啊，那既然都已经说我是清新脱俗刚出狱，不是刚出狱，是刚出这个沐浴的浴了哦。对，刚出浴池的时候，对，哎，那种也还有一点点水汽感啊，是，好 OK。来，那我自己觉得我会把它定位在绿意的花香调。对。那前面呢，我会给它到9.2分，因为这个绿感加玫瑰花瓣玉的感觉，真的是做的很特色，而且非常让你有视觉的视觉的想象。哦，我刚刚一直在强调，就是在庄园里面的浴池嘛，哦，而是带着玫瑰花瓣。对。那我觉得它比较可惜的是后面，可能我们刚刚也闻了比较强的香水，所以回过头来它就变得是真的是小清新了。对，哦，我觉得这个它真的算是小清新。它确实是小清新，但是我们闻了 strong 了一点之后，再回来闻这个就变得是比较。我们需要洗鼻子了，我们需要去洗鼻子了。这可能就是它的这个比较 vulnerable， 就是比较脆弱的一环了啦。哦，就是比较不够持香。我现在就要讲缺点了哈，现在除了对是要讲越带一点，不然人家都其实没有人讲啊，因为大家就看我们的影片是看得蛮开心的。那我们总是要客观的讲一下，就我觉得它可惜在哪里，不要讲缺点。我必须讲，其实我拍这么多片，验了那么多货，其实之所以不讲缺点，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觉得是缺点，在某些人我们两个觉得是缺点，在某些人来身上他不觉得这是缺点。是，对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。看我们端从哪个角度来。对，就我们两个这么主观的，可能觉得他的缺点，可能别人觉得啊，这就是他的优点，这是我要的他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买他的原因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这支木香，距离4年前闻到4年后再闻，我觉得我对它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跟喜欢。好，那也希望这一支沐浴香针今天的介绍，你会对它更加认识。没问题。OK，那我们下一支见喽，拜拜。